朋友们好，欢迎来到绿绿问答。这期节目我们照旧回复留言，看看通俗螺旋的专题里有哪些好玩的分享和问题。好，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哎呀，他来了！这个帅哥他终于更新了，18响礼炮欢天喜地庆祝啊！规格也是起来了，这次更新时隔太久，感谢朋友们等待，后面我尽可能把产量搞起来。下一位，中国人又不是第一次走30年弯路，怕什么？怕倒是不怕，只是30年后我们都老了，就算经济复苏，我们也只能望洋兴叹了。下一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百姓富裕有钱消费，那就不好管理了。可如果管理太好，百姓就更没钱消费了。下一位，不提高工资收入，光是涨价，这样就想一直通缩？这个时代邪修才是王道，想成为什么就直接成为。想成为马斯克怎么办？直接改名。想住豪宅怎么办？直接应聘保姆。想成为省委书记怎么办？直接为人民服务。所以想走出通缩怎么办？直接通胀。下一位，有个问题想向绿绿请教，希望能详细解释一下。我听了好些人说，国补如果补贴服务消费，涉及结构改革，这到底是为什么？比如假如今年国补给每人发理发券，这怎么就涉及结构改革了呢？我不明白，望回复。另一位朋友回答他说，税收与乘数效应不同。这是个好问题，先说结论。商品补贴可以表面做做看，但服务补贴如果做深了，很快就会碰到收入分配、户籍社保等等这些结构性问题。为啥补贴商品消费比较简单呢？拿国补的家电、汽车和手机举例，首先都是标准化商品，补贴额度容易界定；其次都是工业制造业，表面补贴消费，实际还能兼顾供给侧，同时稳定税收。最后国补都是一次性的，统计数据一出来，拉动多少增长，立竿见影。相比之下，服务消费就没这么听话了。服务消费多是理发、餐饮、旅游、养老、医疗这些生活场景，是可降级的消费方式。比如吃饭吃不起，可以吃差一点；家政请不起就自己干；养老院住不起，那就住家里。理发也是一样，男孩子完全可以2个月理一次头，甚至可以自己动手推寸头。不难看出，服务消费其实是生活质量消费。要想提高生活质量，发1-2次理发券肯定不行。最后还得靠居民可持续收入。一提到可持续收入，居民收入够不够，就业环境好不好，初次分配公不公平，这些都是结构性问题。还有居民有没有时间去提高生活质量，也是个结构性问题。我们都知道，泡妞也讲究个潘驴邓小闲，闲了才有空去享受生活。可是中国人每天996，就算发了电影券和按摩券，也未必有空去消费。那怎么才能有闲呢？实现8小时工作制，法定节假日别调休，严格执行劳动法，以及废除劳务派遣制度，这不又碰上结构性问题了。此外，服务供给在制度层面也存在障碍。拿医疗保障来说，农民工进城务工、生病住院、跨区域报销非常少。要想最大限度享受医保，必须回原籍去看病住院。很明显，医疗保障和户籍制度在相互打架，所以补不补贴先放一边，能把这种制度障碍消除掉，就已经算是提高保障、刺激消费了。因此，我认为服务补贴反而成本更低，只要给居民松绑就行。不像消费补贴，还得借超长期特别国债，那可是真金白银呐，将来要还的。下一位，大明御前会议，钱从哪儿出？颜茂清，茂清烟，真的钱。下一位，还记得过年亲戚说他们单位那个阿姨有好几10套拆迁房，还在上班，说她是闲不下来，还赞扬她勤俭节约，不怎么花钱。骂年轻人说人家这个岁数都还在工作，现在的年轻人只想着躺平摆烂，不懂得为社会做贡献。我听着就有点不是滋味。他那批人赶上了拆迁和城市化红利，本质上是有几十个家庭花30多年给他擦屁股。现在他继续占着岗位，钱大多锁在房子和银行里，不怎么消费，也不投资到实体经济里，这不就是典型的实力吗？对整个经济循环其实没啥拉动。结果我们年轻人还被说只想着躺平摆烂，不为社会做贡献。我不是反对勤奋，而是觉得这种又拿时代红利又卡着资源不流动的情况，让后面的人努力了也很难看到上升空间。还有一位朋友说，钱都在贪官和贪官的小舅子家里呢。贪腐确实可恨，但贪官藏在冰箱里的钱其实消耗不了多少国糖。关于这一点，我觉得立党的洞察非常敏锐。他说，你以为的分配问题是100个贪官偷偷藏了几万亿，只要把他们揪出来，分配问题就解决了。但真正的分配问题是，小到县城，大到各级债务平台和城投市政项目里，都塞满了无功率甚至负功率的人。这些人吃到了土地财政和改革开放红利，经年累月在体制内假装努力，早就丧失了创造价值和参与商业社会的能力。最可怕的是，他们也天天996，也上有老下有小，领了几十年工资，已经路径依赖到无法离开了。这就像前一位朋友所说的，又拿时代红利，又卡着资源不流动，转头还说年轻人只想着躺平摆烂，不为社会做贡献。下一位，都知道改善劳动者待遇才是治本，执行起来就总是消费券滞留的治标。说到底就是没有刀刃向内的决心，或者说既得利益者才不管你洪水滔天。
从结构上看，贪官贪污属于非法攫取，复工率群体则是制度性的搭便车。虽然两者形态不同，但生存逻辑却极其相似。我们在强制社保那期提过，经济学家曼瑟尔·阿尔森有个理论，他说分立集团不创造价值，只分享成果，所以长期来看必然导致制度僵化，让国家陷入衰退。简单说，分立集团就像癌细胞，哪里积累越多，哪里衰落越快。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之所以在废墟中迅速崛起，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旧有分立集团被战争摧毁，反而释放了制度空间与经济活力。所以刘元春讲分配制度改革这件事儿本身当然没错，但问题在于为了消费和增长去改革分配，这个理由对分立集团来说似乎没什么约束力。因为你想，只要分立集团还能分到大头，他们就不会关心经济好不好，增长强不强。不难看出，有可能推动分配改革的肯定不是理念进步和良心发现，而是旧有分配秩序瓦解。换句话说，只有分立集团分不到或者分配不均的时候，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改革。下一位，好消息是马上全世界都要面临分配问题了。中国的问题相比 AI 导致的雇佣结构变化可能并不算很大，看能不能抓住机遇一波改了。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核心优势就是人工便宜。AI 和智能机器人的发展目标恰恰是取代逐渐变贵的劳动力，所以 AI 不仅不会解决分配问题，反而会加剧分配的紧迫性。我的判断是，如果在巨大的科技变革之前无法解决分配和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中国将彻底失去21世纪。下一位，手里没钱，心里没底，未来还有几十年负债，哪有消费啊？的确是这样，房地产持续收割10几年，居民不仅花光了存款，还花光了未来收入。最可怕的是，那些收割来的钱，早在收割过程里就挥霍光了。老有人说中国没有次贷危机，其实6个钱包就是次贷危机，不光贷款的贷，还有贷记的贷。下一位，和房地产一样已经崩了，几乎都是公寓，因为没有私人土地。日本人口密度高，都是70%人住独栋。夸克说有视频专门讲这个，更不用说美国、澳洲这些，绝大多数住别墅。全世界只有中国、朝鲜没有私人土地，而且中国只有70年产权，所以中国人活得不如其他穷国。连泰国都是多数人住漂亮平房，有自己的地。中国的土地国有化，把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剥离，造就了独特的土地财政制度。既然土地能卖钱，那中国再怎么地大物博，都能整出寸土寸金的盛况。现在房地产泡沫破裂，重创土地财政，但制度惯性依然存在。于是开发商为了寻找更多接盘侠，绞尽脑汁想出了第4代住宅。其实大家都知道，最后一代就是一户建，可为了多卖点地，非得搞出3、4、5、6、7、8代，坑完一代又一代。下一位，再苦一苦百姓，苦一苦百姓，骂名我来担，大名不沾锅，无油煎蛋永远不沾，无油煎蛋永远不沾。下一位，你的节目比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质量与水平都高，对你的节目质量之高，我心服口服。之所以心服口服，你以个人之力做出如此高质量作品，我们自己如果有水平，完全可以做出和你一样高质量节目，但我们做不出来，所以心服口服。这段话有声儿啊，跟韦小宝一样。下一位，3个现代化的顺序非常重要。中国只是勉强的器物现代化，以为自己走上了捷径，结果却一直加速冲向深渊。北大教授任建涛说，现代化有器的一面，也有道的一面。器指的是科学技术，而道指的是规范国家权力。所以真正的现代化关乎每个人的生活与未来，而不是简单的现代化状态。同时他也强调，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逃脱古今之变。既然中国必须走向现代化，那就要认识到文明确有高低之分，只有承认差距，才能摆正心态，迎头追赶。下一位，30分左右应该把国家用政府代替，这种概念混淆没办法准确讨论问题。这是个好建议，在中文里，政府、政权以及民族和领土都统称为国家，而在西方，国家是好几个不同的词汇。第一个 state 仅代表国家机器，第二个 government 代表的是当届政府，也就是具体执政团队，第3个 regime 可以叫做政体或制度，比如民主制、威权制，第4个叫 nation 指的是民族和身份共同体，比如 nation state 民族国家。这些词儿在中国人看来界限很模糊，但西方大多数政治思想讨论恰恰是围绕这些边界展开的。在狭窄的通道一书中，阿西莫格鲁所说的国家能力指的就是 state 国家机器的能力，因此他认为只有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相互博弈，才能共同成长，最终抵达自由。下一位，一旦让居民收入和保障提升，相对政府的经济和政策权力就会削弱，必然会让渡一部分权力给居民，提升对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度。一旦形成这种格局，就会发生一些群体不愿看到的结果。所以即便知道这条路是走出社会通缩的出路，但却不情愿主动去走。表面看消费起不来是因为居民收入低，保障差，可更深一层，正是因为居民权利长期受限，才造成了收入低，保障差。
所以分配改革真正敏感的地方就是权力要不要让渡给居民。让给居民吧，居民就不再依附于权力；不让给居民吧，将来经济会更差。有个词儿叫权力变现，听上去不光彩，但逻辑是对的。体制集中权力可以养活分立集团，反过来想，体制把权力让渡给居民，同样也能激发社会创造力，从而提高经济活力。其实改革开放就是让渡权力，全民下海，南下经商，这才创造了更多可供分配的财富。不光居民消费有起色，就连政府消费也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我们看，所谓分配改革更像一个选择题，选择繁荣就得让渡权力，而选择权力就得放弃繁荣。下一位，有没有可能是写好的剧本呢？穷民、渔民、平民可是经典的统治者逻辑呢？还有一位，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政府从来没有想过让老百姓过得更好，弱民才能强政府。阿西莫格鲁在采访中说，专制国家的历史越悠久，国家越强大，社会越羸弱，通往自由也越困难。4个字总结叫积重难返。这里再推荐一本书，陈旭斌的《秦制2000年》。该书由商鞅变法和韩非的法家思想讲起，从秦汉一路讲到明清，一共分析了16个历史截面。他想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秦制的运转逻辑，以及为何能延续2000年。下一位，20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都知道产能过剩的痛苦，所以转向了消费端，开始8小时工作制。资本家也意识到，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而国内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劳动者可以联合起来跟资方谈判吗？到底谁在背后不准劳动者联合呢？劳动法条款非常好，谁不严格管理执行呢？没错，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是伴随工业化一路走来的。中国用30年走完西方300年的路，如果不理解演化过程，只想要一个现代化的状态，那势必要把300年的雷都踩一遍。林毅夫曾经提出后发优势，指的是技术模仿；杨小凯则提出后发劣势，直接指向制度改革。最终，时间和现实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只有制度改革才能保住后发优势。这就又回到了任建涛的说法，不光要重视气的现代化，更要重视道的现代化。下一位，目前这个经济问题无解，现在完全是在走黄宗羲定律，官僚体系的膨胀速度是远远超过经济增速的。政府即便拿走了那么多，却还是缺钱，已经处于财政危机的边缘，不得已在通缩的时候加税。的确是这样，秦晖教授的黄宗羲定律和秦制2000年准确描述了中国历史的怪圈。2006年，中国正式取消农业税，解除了2000年的农业负担。紧随其后的便是举国大迁徙的农民工制度。农民工既参与农业，也参与工业，可中国依然走到了财政危机的边缘。这就好比一个人打2份工，却依然养不起家，那肯定不是这个人不努力，而是开销太大了。黄宗羲定律从农业社会一路跟到工业社会，将来还有可能跟到智能时代。所以我之前说机器人缴社保，并不是开玩笑，而是合理推导。谁家的孩子谁家报，谁的工人谁给上社保，有毛病吗？没毛病。下一位，可以公开提议的都没啥用，说明不着急；那些不能提的，反而容易突然被执行。强制社保立即执行，农村养老金从长计议，这个就叫摸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下一位，上千年中国文化长期为政治服务，制度也迫使个人为社会服务，根本没有个人权利意识土壤，只有弱肉强食和表面的道德说教。以前还有宗族自治，现在是完全的原子化，社会已经没有力量优化自身。这种情况，个人最佳策略就是择良地而栖，次优策略或许也是最佳策略，就是不再理会红尘一梦，而是精神修行。再次优策略就是躺平，非暴力不合作。还有一条留言我没找到，他说中国这个号练废了，言下之意，重新起号比改革更容易。但关键问题不是起什么号，而是像这位朋友所说的，中国缺乏优化自身的土壤。中国社会普遍认为人无法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的想法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弱，直至消失。现实生活里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变世界，人们就会嘲笑说，哼，年轻人。如果你不想改变世界，开始谈论稳定了，那他们反倒会夸你，嘿，小伙子成熟了。结果呢，年轻人一个比一个成熟，都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要个稳定带编制的铁饭碗。那么全中国一共有多少人带编制呢？答案是8000万，粗略算下来，相当于每18个人供养一个铁饭碗。不难看出，当所有人都想带编制的时候，那人们所做的每件事其实都在改变世界，只不过不是把世界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差。这种变化并不剧烈，却有蝴蝶效应，只有把时间尺度拉长，才能看到最终结果。下一位，提出问题简单，怎么解决问题才是难点。其实你说的这些大家都知道，但实际操作确实不好实现。电视剧里总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说公民得肩负社会责任。可不幸的是，中国的事儿老百姓说了不算，所以很多人会产生政治性抑郁。这就很像扶老太太和救助乞丐，扶老太太吧怕被讹，施舍零钱吧怕被骗，最后只能陷入道德与自责的两难困境。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我认为坚持扶老太太，坚持乐善好施是天然符合人性良知的。类比到社会责任，也应该坚持发现问题，坚持提出建议。这里肯定有人说，多管闲事儿，多花钱，我独善其身就行。这样当然也可以，但人总会变成老头老太太，总有一天也需要别人搭把手。所以肩负社会责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成本问题，而是营造生存环境的问题。说白了，环境好，老外都抢着来；环境差，自己都不想待。下一位19分51，最后大概率要分床睡。19分52，关于分税制是不是故意的？哈哈，一个不恰当的小比喻。但仔细想想，在房地产和债务这件事上，央地和夫妻关系的结构是一样的，属于同分异构体。下一位，经济体制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其中国有经济主导大部分关键领域，放开一部分领域，让市场准入，也许还有救。中美贸易战里，市场准入一直是最难谈的问题，比如金融业就包括在内。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中国创造繁荣的牌其实并不少，可是总是搞出很多双轨制。以前有价格双轨制、汇率双轨制，现在有资源双轨制、养老双轨制，还有户籍双轨制。究其原因，是经济与政治的双轨制。经济先行，政治居后；经济向右，政治向左。但更深层次，肯定还是权力与利益分配的问题。下一位，只有战争才能救中国。丘吉尔曾说，在战争中，政客提供弹药，富人提供食物，穷人提供孩子。战争结束后，政客坐稳江山，富人获得更多食物，而穷人只能寻找坟墓。事实上，战争的昂贵程度远超你我想象。英国在二战中向美国和加拿大的贷款，直到2006年才还清；在一战中的融资则拖到2015年才完全赎回。德国也一样，2次世界大战的债务直到2010年才彻底付清。要知道，一战1918年就结束了，2010年才还清债务，等于一仗打下来，还债还了1个世纪。可见，战争不光要命，而且要钱，甚至要钱比要命更可怕，因为债务往往会跨越政权和世代，最后变成子孙债。下一位朋友，频道有宝莱坞的趋势，现在连舞带唱的。阿克库里后呀后本地大又酷后大嘿。下一位，严重性的通缩是板上钉钉了，油价上涨，物流成本和生产成本必然落在产品价格上，但由于下游企业没有议价权，所以只能继续压人工成本，导致底层群体收入下降的同时，失业率也会上升。那么更多的国内企业只能加速内卷，内卷导致商品降价，通缩就会加重。分析很在理，随着伊朗战事周期拉长，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升级，输入性通胀已经带来风险。3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5%， 结束了长达41个月的下行趋势。上涨因素主要来自黄金和石油。按照30个细分行业来看，有色金属、矿产和加工这2个行业分别大涨 36.4% 和 22.4%。石油天然气开采也涨了 5.2%， 而石油天然气在2月份则是同比下降 12.9%， 等于1里以外大涨了 18%。另外，与石油相关的加工制造业降幅也大幅收窄。也就是说，输入型通胀的确能推动中国在数据上走出通缩，但带来的问题也很明显，那就是上游的原材料都在涨，而中下游的制造业则要同时面临成本上升和价格下跌的局面。两头堵的情况下，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压缩人工成本就成了唯一出路。下一位，价格不会再跌了，油价涨了，水电燃气也在涨价，现在社保也年年涨，员工到手的工资没涨，但是老板支出的人工成本可是每年都在上涨的。原材料价格加人工成本涨价，未来没有通缩了。我不是说经济会变好，仅仅是说未来没有通缩。通缩是市场经济规律，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力，这些都是受指导的。未来的趋势是收入越来越少，物价越来越贵。人工涨的同时，岗位在变少；物价涨的同时，需求在变弱，这是最糟糕的情况。26年1季度数据 ，GDP 增长 5%， 超过预期的 4.8%。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7%， 高于预期。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同比增长 1.7%， 低于预期。城镇调查失业率 5.4%， 高于预期。同时，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仅增长 4%， 创下了22年 Q4 以来的最低值。不难看出，和居民有关的都低于预期，而无关的都高于预期。同时，社零增速继续放缓，工业生产依旧强势，这说明消费疲软和产能过剩的局面并未改变。下一位，反内卷等于外卷也得放松，对外不卷的话，中国其实不少产品没有太多竞争力，最终还是一堆中国企业会倒下，尤其是只靠补贴毫无竞争力的国企，一定会开始大亏损。中国政府真会这么做？感觉不可能。然后在没办法反内卷的情况下，利润就会超薄，而现在利润薄成这样，根本没办法涨薪，前面的点和后面的点一合起来，根本无解。
输入型通胀加行政型反内卷，导致原料上升，销售难度也在上升，这对制造业来说还是个两头堵。我们在节目里说，眼下消费疲软，投资崩塌，唯独出口强势增长，但到了3月份，出口增速也出现大幅放缓，只增长了 2.5%。本来是一匹好马拉两匹病马，现在消费还没复苏，出口又开始放缓，真的是雪上加霜。与此同时，人民币还在不断升值，也为出口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下一位博主怎么看人民币汇率？会像很多墙内分析师认为的那样长期增长吗？远期能达到5元兑1美元吗？谢谢。另一位朋友回答他说，你讲的人民币是同一种吗？中国实施外汇管制，又有政府把持汇率，远期5比1利于进口，但中国大量产能过剩，基本上需要出口。你想想吧，客观来讲，汇率主要由央行意志决定，再进一步由中国身处的贸易环境决定，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升值贬值，而是汇率到底服务于啥目标。如果目标仍然是稳出口稳增长，那汇率大概率不会升得太夸张。下一位朋友，众人皆醉我独醒，都是美帝的阴谋罢了。黄金涨，原油涨，人民币也在涨，一切都在稳中向好。下一位，我不是经济学家，但在我看来，要想提高消费，简直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情。一，加强保障房建设，只要结婚，工作所在地的城市就给你分配一套保障性住房，条件不必太苛刻，5年内有24个月当地收入证明即可。二，开放色情产业。第一个，分配保障房，政府应该做，但问题是时机有没有把握住，以及钱从哪儿来。过去房地产市场还没起飞的时候，保障房数量和力度不够，等到后来房价高起，无论是建设还是收购，成本都很高。哪怕是现在房价已经从最高点腰斩，但回收过剩房产依然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而且政府账上没钱，要做只能大规模发债。第二个，开放色情行业，道德障碍先不说，在性萧条的时代背景下，就算开放，恐怕也是昙花一现。由于色情行业比较特殊，咱们替换成文娱产业来说，文娱市场的繁荣是经济上行期的特征，经济下行期只会优胜劣汰，持续收缩。不过，开放文娱产业的限制，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因为这关乎到一个社会的创造力。拿中国电影举例，长达20多年的严格审查，导致整个市场严重扭曲，以至于现在稍微有点小突破，就连观众都会问，这是怎么过审的？就这么个市场环境，电影业别说做大做强，不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已经算烧高香了。下一位，我对博主中国企业利润占比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严重怀疑。你不能拿一个独特的宁德时代举例子。来看2018年数据，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东亚的中日韩企业分配都超过 26%。相比之下，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基本都在 15% 上下。下一位，之前看人说各种法律文献中劳动法是最无用的，最近在劳动仲裁才详细的看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确实是这样。我也打过劳动仲裁，当庭和解要损失赔偿，不和解又要等下一次开庭，总之时间成本非常高。下一位朋友，看完视频我搞不懂中国跟美国到底哪个是资本主义，哪个是共产主义。你看看现在那些围观的人，嘴上都是主业，那心里全是生意。你这是没看清社会的潮流。下一位有一个疑问，如果中国什么都能造，生产力过剩，产品低价出口全世界，是另一种形式的谷贱伤农，那其他国家的农民为什么没被一起拉下水？另一位朋友回答说，国外相同的产业会慢慢破产啊，然后相关人员失业。这里存在信息不对称，简单说，中美贸易战的直接原因就是美国洪州工人认为中国抢走了他们的产业和饭碗。另外，去年关税大战的时候，越南、泰国和墨西哥也先后对中国加征关税，为啥呢？因为从18年贸易战 1.0 开始，中国大量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和墨西哥，导致当地相同产业入不敷出，最后直接拉升了当地的失业率。下一位，看看现在那些外国人到中国旅游的视频满天飞，他们无不称赞城市面貌和物价友好。如果将搞基建的钱分给民众消费，最容易看到的基建首先就没了，然后这些居民的消费，外国人不但看不见，还可能给他们一种中国物价被推高并不宜居的感觉。当然，我认为这样并不好。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是北上广深高楼大厦，实际上的中国是200多万个逐渐消失的自然村，是1500多个人口流失的小县城，是500-600个买房才能落户的地级市。下一位，通缩是因为以前借债借到钱却没能提高生产效率而产生的，无法靠任何手段回避，哪怕是政权更迭，还少走弯路，弯路以前都走了，现在没路了。这几年中国经济一直在追求软着陆，
为啥不能硬着陆呢？因为硬着陆，房企要倒闭，银行要破产，融资平台要大面积暴雷，最后损失的全是政府利益。最近中文圈似乎达成了共识，说房地产和债务问题已经全部转移给了居民，所以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软着陆。我心说拿人当肉垫还不容易吗？中国有那么多人，就算天塌了都能软着陆。所以说软着陆根本不是啥好词儿，听起来温和，实际上非常残忍。下一位，你终于更新了，前2天我还担心你被请去喝茶了呢。还有一位被 B 站封了后 UP 主彻底放开了，非常优质的博主，加油！感谢朋友们挂念，这次更新确实有点晚，再次跟大家说声抱歉。今年元月初，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好朋友突然心梗离世。参加完葬礼之后，我感觉自己也快不行了，去医院做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这才把心放肚子里。医生跟我说，现在心梗的都是你们这帮年轻人，一定要好好睡觉。我回头一想，就在经济弃子发片之前，我连续工作了24个小时，片子上传后，整个人已经透支，却丝毫没有困意。我想大概是肾上腺素飙升的缘故。前2天看到池子说做反贼容易，做喜剧演员难，这个说法我非常认同。反建制做抗争固然需要勇气，但持续创作搞定生活才是真正充满挑战的事情。前阵子张雪峰突然离世，整个社会都因此沸腾，这件事再次提醒我，人其实非常脆弱。命运找到了我的朋友，也找到了张雪峰，所以我害怕命运同样找到我，毕竟我还有没写完的故事和未尽的事业。理解了命运无常，再看反贼与创作的对比，反而有种诡异的喜感，因为只要是创作，势必要描述现实，所以做着做着就变成了反贼。下一位，结尾不更积极乐观一点吗？我们已经失去几位谈经济的 YouTuber 了哎。其实通缩螺旋这期专题，我有准备另一版结尾，意思是无论如何都要拥抱竞争和变化。后来觉得都是正确的废话，所以就删掉了。最近互联网流行2句话，一句来自马东，他在13·1采访中对许知远说，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5%的人有愿望积累知识，了解过去，其余95%的人就是在生活。95%翻译成人话，就是少数人在进步，多数人都在混日子。我从这句话里读出了真相，同时也读出了居高临下的俯视感。如果马东愿意平视这个世界，一定会发现，人如果被繁重工作和低质量信息包围，必然会失去向上的心气儿。所以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洞察力不应该变成轻蔑，因为人可以被判断，但不能被轻看。另一句话来自吴晓波，他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这句话很有感染力，甚至有点史诗感。吴晓波因此泪流满面，因为他看懂了中国的真相。说实话，这种温柔的宿命感让我觉得很矫情，就感觉罪恶的时代还没结束，这代人也还没死光，然后知识分子就写诗怀念上了。这2句话有个共同点，就是说话的人觉得自己看透了，听话的人觉得自己免责了，唯独没变的是人们依然焦虑，依然六神无主。刘禹锡曾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个荒唐的盛世结束后，必然有很多老人家怀念他，也会产生各种正确的废话。可真正的真相是，世界从来不会停止运转，我们能做的只有鼓起勇气往前走，去拥抱竞争，拥抱变化。本期绿旅问答就到这里，接下来给自己做个广告，我的新书《进退》已经上线。这本书是25年所有宏观节目的完整文本。去年1整年，我们讨论了房地产泡沫、资产负债表衰退、人口结构、地方债务、通缩、财税、社保，还有中美博弈和全球秩序。重新编辑的时候，我把所有分散的推演串成了一条完整逻辑链，同时也保留了逐字稿的结构和段子，读起来或许会让你会心一笑。全书一共17.5万字，2-3个下午就能读完。目前亚马逊和 Patreon 同步在线，点击频道简介就能看见链接。着重推荐 Patreon 简繁双版本，可下载、可打印、可收藏。在下行周期，清醒可能不会带来好运，但进退有据的判断力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所以这本书写给仍然愿意理解现实的你。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老朋友不离不弃，欢迎新朋友相见恨晚。最后特别鸣谢给我打赏的朋友，真金白银，受之有愧，谢谢各位老板。妥，大家接着整活，我去做新节目，我们下期再会。